巅峰时期的乌克兰军事实力有多厉害？货真价实的世界第三，整个欧洲都无法与之抗衡。乌俄战争打到现在，对双方都造成了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失。俄罗斯和乌克兰这对曾经的斯拉夫兄弟，在这场灭国级的大战后，肯定就要彻底结下世仇了。说起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关系，可以追溯到遥远的1654年。当年，乌克兰的哥萨克酋长与沙俄签订佩列亚斯拉夫协议，标志着俄乌合并进程正式开启，从此开始了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深度结盟史。在沙俄时期，乌克兰作为仅次于俄罗斯的核心力量，参加了沙俄的历次对外扩张战争，从波兰到西伯利亚，从远东到中亚细亚，到处都能看到乌克兰人的身影。即使到了苏联时期，乌克兰也深度参与了其历史进程。不管是残酷的国内战争，还是骇人听闻的大饥荒，以及轰轰烈烈的大建设时期，乌克兰和苏联也是共进共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乌克兰在二战中也涌现出了一大批战功卓著的元帅，为苏联最后战胜法西斯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据统计，在二战时期，苏联元帅一共有40人，其中有10位是乌克兰人，几乎占到了1/4。这在大俄罗斯主义盛行的苏联下是不多见的。苏联时期，乌克兰已经实现了高度的工业化，甚至是整个东方集团最重要的重工业地带之一。1991年苏联解体后，苏维埃联邦一共分裂成15个国家，在这15个国家中，俄罗斯成为苏联的唯一继承国，大部分资产归属了俄罗斯，可以说是这些分裂成国家的老大哥，剩下的基本都归乌克兰了。乌克兰当仁不让地成为二哥。纵观乌克兰整个历史，因饥寒贫弱而与沙俄结盟，后因苏联内部的工业分工而成为工业齐全、产业发达的国家。苏联刚解体那会儿，乌克兰继承了其将近30%的军事遗产，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级军事大国。苏联时代有超过3500个军工企业和武器研究机构位于乌克兰，所有的军工种类几乎全部覆盖，各种常规坦克、主战坦克，甚至包括核武器和航母的军工生产线，都位于乌克兰境内。前苏联解体后，大批的军事装备都分给了乌克兰，其中包含250万吨常规弹药以及超过700万支步枪、机枪和迫击炮。这些武器和弹药储存在180多个军事基地当中。今天火力军就跟大家聊一聊巅峰时期的乌克兰军事实力有多厉害。苏联解体后，乌克兰继承了其军工企业3594家，从事军工生产的职工更是高达300万人，直接从事武器生产的企业就有700家，职工多达140多万人。当时的乌克兰能生产火箭、大型运输机、军用舰艇、装甲车辆等陆海空各种装备，并且都是当时世界顶尖水平。从军工企业上来看，乌克兰的巴顿焊接研究所直到目前为止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焊接专业研究机构。比如空客 A380 的翼板焊接，火箭燃烧的储箱焊接，太空飞船的电子束焊接，甚至美国的太空站都需要巴顿的技术。除此之外，还有著名的三局一厂一司。三局即南方设计局、安东诺夫设计局和莫洛佐夫设计局，他们是令整个欧洲闻风丧胆的存在。例如，南方设计局研发了让西方寝食难安的 SS-18 洲际弹道导弹，北约代号撒旦，可见欧洲对其的恐惧程度。安东诺夫设计局设计了安124、安225、安12等前苏联时期大部分的大型运输机，其中的安225到目前为止仍旧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研发出来，直到最后一架在乌俄战争中被摧毁，其依旧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运输机。而莫洛佐夫设计局几乎设计了前苏联所有类型的坦克，是苏联最为核心的坦克设计研发和制造中心。一厂即著名的黑海造船厂，该厂是苏联时期唯一的航母总装厂。俄海军现役的67000吨级的航空母舰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号就是该厂建造的。此外，各类大中型水面舰艇建造的更是数不胜数。一司及马达西奇公司，其在前苏联时期负责建造直升机以及大型运输机的发动机，是前苏联的空中力量的心脏。在苏联解体很长一段时间，马达西奇公司还在源源不断地向世界各国出售发动机。
在乌克兰的巅峰时期，其境内所遗留的各类型军工企业所掌握的技术，在当时的世界各国中也仅有美国可以比拟。哪怕是作为前苏联最大的遗产继承国的俄罗斯，其手中所掌握的核心技术也没有乌克兰多。例如，南方设计局可以设计和维护撒旦导弹，分家后的俄罗斯就再也没有这样的技术，而这仅仅是乌克兰的军工研发能力，其在核心的军队数量和武器装备方面更是能吊打一众欧洲强国。1991年初，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苏联迟早要解体了。时任乌克兰国防部长的莫洛佐夫在12月6日宣誓效忠乌克兰而不是苏联。随后在当月26号，苏联宣告解体。1992年1月3日，驻扎在乌克兰的苏联军官开始向乌克兰宣誓效忠。80多万苏联陆军在当年春天全部转为乌克兰军队，只有约1万名俄罗斯军人拒绝宣誓，这些人选择了退役或调往他国。1992年1月，苏联庞大的黑海舰队看着陆军都投入乌克兰怀抱了，也跟着开始陆续宣誓。但黑海舰队司令卡萨托诺夫并不这么想，他命令所有人上船，随后直接把舰队开到了俄罗斯。乌克兰跟俄罗斯一下关系紧张，到了9月时，两国总统达成协议，对拥有800艘舰艇以及10万海军的黑海舰队进行分割，但分割过程极其缓慢，直到1997年，双方才分割完成。俄罗斯将该舰队18%的舰艇交给了乌克兰，算上俄罗斯后来分给乌克兰的舰船，彼时的乌克兰海军共有能搭载直升机的导弹巡洋舰有1艘，普通巡洋舰有5艘，驱逐舰有7艘，护卫舰有26艘，潜艇有18艘，水雷战舰艇有30艘，炮艇、导弹艇等巡逻艇共有60艘，两栖舰艇有16艘，各种支援辅助类舰艇有140多艘。其中最为重要的是2艘航母，其中有瓦良格号常规航母以及乌里扬诺夫斯克号核动力航母。特别是乌里扬诺夫斯克号核动力航母，那可是苏联海军梦寐以求的东西。2艘航母是个什么概念？在90年代，整个北约国家中，除去美国这个大 bug， 也就法国有2艘克列孟梭级航母，意大利有1艘加里波第号航母，以及英国有3艘2万余吨的无敌级迷你航母。如果乌克兰这2艘航母能够顺利完工服役，就足以让乌克兰海军在欧洲傲视群雄了。在陆军方面，巅峰时期的乌克兰带给北约的压力丝毫不弱于当年的苏联。1992年，乌克兰从苏联手中继承了6480辆坦克，包括2700辆 T5455 型坦克、200辆 T62 型坦克、2100辆 T64 型坦克、1000辆 T72 型坦克、300辆 T80 型坦克、180辆 PT76 型水陆两栖坦克。其中3代坦克就有3400辆，乌克兰拥有的这6000多辆坦克，比当时德法拥有的全部坦克数量还要多。除此之外，步兵战车和装甲运兵车，乌克兰共有12000辆。可以说，乌克兰仅凭装甲部队就足以踏平西欧。如今，乌俄战争双方进入了炮兵决胜的阶段，可谓是势均力敌。但如果时间倒退30年，1992年的乌克兰陆军手中120毫米口径以上的牵引式火炮就有830门，包括250门122毫米口径的第30火炮，250门152毫米口径的第20火炮，220门152毫米口径的 2A36 火炮，110门152毫米口径的 2A65 火炮。自行火炮数量更是达到1245辆，包括520辆122毫米口径的 2S1，510辆152毫米的 2S3，100辆203毫米的 2S7 等等。巅峰时期的乌克兰炮兵部队很可能会把现在的俄军炸得怀疑人生，只想哭着回家找妈妈。同时，在当前的乌俄战争中，乌军面临严重的远程火箭炮短缺问题，这对巅峰时期的乌克兰而言简直就是侮辱。当年乌克兰陆军拥有531辆多管火箭炮，包括310辆122毫米口径的 BM21 冰雹火箭炮，150辆220毫米的 9P140 飓风火箭炮，50辆300毫米的 9A52 旋风火箭炮等等。更不用讲天上飞的战机和直升机了。
巅峰时期，乌克兰武装直升机共拥有245架，全部都是米24磁陆武装直升机。但到了2022年，乌俄战争爆发前，乌克兰陆航仅剩35架米24，一下子缩水了85.4%。空军战斗机在鼎盛时期，乌克兰共拥有610架，包括220架米格29战机、190架米格23战机、80架米格25战机、40架苏27战机。但到了2022年乌俄战争爆发前，乌克兰空军仅剩69架能升空作战，相比30年前更是缩水了的1/10。至于轰炸机部队就更惨了，现在只能见到俄罗斯顶着防空导弹轰炸乌克兰，但乌军却一架轰炸机都没有。而巅峰时期的乌军轰炸机部队有多庞大呢？数量共有172架之多，包括66架图22轰炸机、30架图16轰炸机、21架图95H 战略轰炸机、20架图160战略轰炸机等等。尤其是图160，当年俄罗斯也只有6架，而乌克兰拥有的数量比当年俄罗斯还多2倍。同时期的北约国家中，除了美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拥有同类型的轰炸机。图160呢，长达16000公里的航程，能够直飞美国本土，还能够实现超音速飞行，载着核弹突破任何国家的防空系统。上面提到的这些常规武器足以让巅峰时期的乌克兰在面对2022年俄罗斯的进攻时来一场硬碰硬的对决，而丝毫不落下风。北约和美国也根本不用援助标枪、毒刺之类的武器，毕竟这些单兵防卫性武器在乌克兰的重炮、火箭弹和轰炸机面前就如同玩具一般可笑。而下面即将登场的玩意儿可以确保俄罗斯根本不敢动入侵乌克兰的心思，没错，就是核武器。苏联解体后，乌克兰从苏联那里分得了大量的核武器，共计拥有3740多枚核弹头。这是什么概念呢？当时整个西欧的核武器加起来都没有那么多，乌克兰一个国家拥有的核武器就比英法两国的总和还多，数量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妥妥的世界第3核大国。苏联时期，乌克兰境内驻扎着第43火箭军。苏联解体后，乌克兰继承了第43火箭军的2个师，即第19火箭师和第46火箭师。第19火箭师装备有90枚 UR-100N、SS-19以及 RS-18洲际弹道导弹。第46火箭师配备有40枚 SS-19和46枚 RT-23以及 SS-24洲际弹道导弹，其中UR-100N、SS-19、RS-18洲际弹道导弹每枚都能够搭载6个核弹头，合计共拥有780个核弹头。RT-23、SS-24洲际弹道导弹每枚能够搭载10个核弹头，合计拥有460个核弹头。乌克兰仅战略核武器就拥有124枚核弹头。此外，前面提到乌克兰空军还继承了一大把的战略轰炸机。当年苏联把战术核武器部署到了10亿级单位，所以乌克兰还继承了约2500枚战术核武器。因此，乌克兰拥有的核武器总数量达到了3740枚。拥有强大的核武器，就代表着拥有话语权。可以说，巅峰时期的乌克兰拥有这些核弹头，不仅可以直接打消俄罗斯任何的入侵想法，也足以让美国为首的北约忌惮。特别是其中的100余枚 SS-18撒旦洲际弹道导弹，长度在33至34米，直径长达3米，有效射程在16000公里，一枚的威力就相当于2000多枚广岛原子弹。可以说，巅峰时期乌克兰的军事实力仅次于同时期的美俄，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对其动歪心思。然而，仅仅过了30年，如今的乌克兰却沦落成为了任人鱼肉的境地，甚至被蔑称为欧洲子宫。乌克兰当年经历了什么，使其再也不复当年令欧洲谈之色变之勇？这就不得不讲起乌克兰自废武功般的操作。巅峰时期的乌克兰拥有如此多的核武器，令美国和俄罗斯都感到害怕，因此双方都千方百计希望乌克兰能放弃核武，并都承诺保证乌克兰的安全。对于当时的乌克兰而言，的确也没有必要保留这么多核武器，原因很简单，就4个字：经济凋敝。乌克兰自独立以来，经济情况一直都十分困难，
其核工业和航天工业更是陷入瘫痪状态。拿南方设计局和南方机械厂联合体举例，其巅峰期拥有7万员工，一年可以生产上百枚洲际导弹和火箭。但当时的俄罗斯已经不再从乌克兰采购洲际导弹，导致乌克兰的这些单位不得不减员，甚至转厂，最多时人员减少40%。况且这么多核武器的保养维护和管理费对乌克兰而言是一个天文数字。乌克兰要保持核武器长期处于战备水平，还需要耗费数百亿美元来建立完整的科研生产体系，这对于乌克兰而言自然是做不到的。此外，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也让乌克兰人民记忆犹新。因此，为了摆脱经济危机争取外援，乌克兰权衡利弊后决定放弃核武器。1992年5月，乌克兰把所有的战术核武器都运进了俄罗斯。不过，在战略核武器方面，乌克兰议会一直拖着不批。他们认为，乌克兰境内的战略核武器是乌克兰私有财产，其命运应由乌克兰自己决定，或者向愿意出价高价者出售。对此，美俄立即给出压力，表明如果乌克兰不批准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将会影响到美国与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全面执行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件。这种情况下，乌克兰议会只得批准。不过，给出了这几个附加条件，由乌克兰负责其领土上核武器拆除和销毁工作，在乌克兰没有得到完全保障前，仍将保留其核武器的40%。对此，美俄依旧不愿意。美国对乌克兰的经济援助排在独联体国家的后面，还以冻结经济援助为要挟。俄罗斯则表示，乌克兰的核武器必须运往俄罗斯销毁，否则停止向其供应石油天然气，还逼其尽快偿还巨额债务。当时乌克兰80%的能源供应都来自俄罗斯，如果后者停止供应能源，那么乌克兰的工业和交通就会瘫痪。最终，乌克兰经不住美俄的威逼利诱，只能选择妥协。从1993年1月开始，乌克兰与美俄达成3方协议。到2001年10月30日，乌克兰最后一个实战化 SS-24 导弹发射井被炸毁。8年时间里，乌克兰亲手销毁了自己手中所有的核武器，彻底成为无核国家。然而，美俄依旧不打算放过乌克兰，又把目光聚焦到乌克兰的战略轰炸机上面。不过，乌克兰并不同意，于是，在2000年8月，俄罗斯就施加压力，让乌克兰偿还拖欠了1年的天然气债务。俄方表示，如果乌克兰没钱，可以拿飞机抵债，但美国知道后自然更不愿意，警告乌克兰不要把飞机卖给俄罗斯，同时还给予其3亿美元的贷款。乌克兰两头都得罪不起，于是想了个折中办法，将11架轰炸机连同587枚空射巡航导弹卖给了俄罗斯，把剩余的战略轰炸机，包括11架图160连同483枚空射巡航导弹销毁了。为表诚意，乌克兰还销毁了30架图22M 轰炸机和200多枚 X-22空射巡航导弹。至此，乌克兰将手中所有的战略打击武器全部葬送。后来还有很多美俄联手坑骗乌克兰，让其自废武功的例子。由于篇幅原因，火力军就不一一列举，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自行查阅。乌克兰由巅峰时期军力世界第3，到如今任人宰割的境地，这样的结果不禁让人唏嘘。其中的原因也值得世界各国吸取教训。如今的乌克兰饱受战争摧残，面对当前处境，再回想起当时的契合，大国的安全保证显得如此苍白无力。你们认为乌克兰当年的选择是否正确？欢迎将看法发表在评论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